作为一名业界资深的绿茶，丽花的爱好就是征服男人，一旦到手就会弃之不顾，因为她享受的是攻陷人心的过程。向泽是个事业有成的公司高管，而丽花是新来的员工。他察觉到快要下雨，于是想趁送伞给要外出的香泽接近他，但香泽拒绝了，说自己有伞。这个回答让丽花措手不及，幸好一起外出的平野主动借走了他的伞。相比向泽的不解风情，平野倒是放荡不羁。他认为职场有丽花这样的美女，生产力才会高涨。晚间两人小聚了一下，香泽以为平野在给家里发消息，但他说其实是在和新认识的女孩暧昧聊天，并且还觉得自己理直气壮，只是偶尔满足一下本能欲望。香泽听完直接骂他是渣男，因为在向泽的心中，乱搞这种事是极其不道德、不负责任的表现，是他这辈子绝不会触碰的底线。而平野却对此嗤之以鼻，他一向认为当男人的都有烈焰的冲动，只不过很多人有心无胆罢了。香泽简直气得要爆炸。而就在这时，公司的丽花居然出现了，平野说是他叫来的，为了感谢丽花下午送伞。随后丽花说了一句很巧妙的话，我过来是不是给你们添麻烦了？这句话让两个男人马上热情了起来，开始聊个不停，递上菜单，但他一拿没拿稳，掉在地上。向泽见状赶紧去捡，没想到丽花也正好弯腰去捡。在香泽尴尬的神情中，丽花从平野那知道了向泽是个绝不出错的男人。散场后，丽花突然问平野，香泽科长的妻子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向泽习惯早到，但今天第一个到的是新来的丽花。丽花说今天是公司发行日，所以她早点来准备。说完她就要给香泽看方案，结果差点扑进他怀里。他提议先设定一个3000万日元的小目标，香泽瞬间惊呆了，并且当场笑了出来。他认为对新人来说3000万日元简直是天方夜谭，但丽花却反问，你妻子当初不就做到了吗？谈及他那工作能力出色的妻子，香泽总是露出自豪的神情。丽花见状趁机问道，科长，您喜欢工作能力强的女性吧？这些事还是别聊了。在紧张的工作环境下，同事接了个电话，名叫横田的先生想买武士信投，而且一口气出5000万。香泽听了惊呆了，赶忙说要亲自负责。但丽花正好进来，说横田是他的客户，这么大的事当然要见面聊。横田说自己和丽花是老朋友，非常信任他，所以看到他的建议后立刻就买了。于是丽花作为新人，以5000万的价格成交，超越了向泽妻子的3000万。更重要的是，丽花也借此证明了自己同样是个工作能力强的女人。下班时碰巧遇到了平野，平野趁机还了他的伞，不过还清后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，在伞上也喷了香水，你挺有一套的吗？香泽正准备回家，就在这时丽花在他背后叫住了他，他以为只是巧遇，还顺便夸了丽花今天表现不错。没想到丽花突然说，那再多夸夸我吧。什么？辛苦了。看样子情场老手丽花也没想到竟有这么不解风情的男人，一个是专门让男人犯错的心机婊，一个是誓言绝不犯错的三好男。理智与欲望的对决已经开始。打高尔夫是香泽的爱好，但今天碰见新来的丽花，休闲装的丽花真青春。中年危机的香泽忍不住多看几眼，没想到是丽花故意的。绿茶这种人最怕的就是男人对她没兴趣，在身体上的宠爱之后，语言上的安慰也必不可缺。含蓄但不失挑逗的点到为止后，丽花给喜欢高尔夫的香泽展示了一杆。看来绿茶高手要多才多艺啊。丽花说她来这儿打球，是听说报公司名字能打折，价钱确实便宜，就是地方有点小，她平时都去市中心更大的场地，然后打算顺势就把地址发给香泽，这样加个好友也就水到渠成了。点击添加好友，不动声色且合乎情理的实现目标，这才是高段位猎手的修养。当然做完这些就该收手了，这样才能让猎物浮想联翩。回到家，香泽还在想着加好友的事，以至于别人说啥都没听清。你有在听我说吗？带着好心情来上班，电梯门开时正好遇见丽花，这是命运的安排，还是他人特意安排的呢？大领导夸丽花前几天表现很出色，丽花却说这是科长香泽指导有方。香泽听了心里有些高兴，紧接着丽花继续暗示，
邀香泽陪他外出谈一笔业务。香泽愉快答应，但香泽没料到，丽花这次的客户竟然直接说起了污秽之语，侮辱丽花靠身体拉单赚钱。面对这种性别歧视，丽花最终决定放弃这单业务，但迎接她的却是客户更无耻的辱骂。你干什么？敢动手吗？还是跪下试试？这件事之后，香泽作为领导感到很内疚。他说都怪自己没保护好丽花。丽花见目的达到，便趁机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意图。这样吧，周末你能陪我去打高尔夫吗？趁香泽去谈事的时机，丽花赶紧接起那个客户的电话。我还以为对方是个懂礼貌的男人呢，看来他们刚才确实在演戏。周末去球场，等到了丽花，却接到平野久还没醒的爽约电话。丽花可怜兮兮地问：只有我们2个人合适吗？算了，来都来了，走吧。趁香泽整理装备的时候，丽花回复了这样一条信息：原来好色的平野是被丽花闺蜜灌醉的。来到2人独处的球场，丽花充分展现了茶道，比如喝茶的正确姿势，比如茶要趁热喝的提示。我觉得你长得很端正，但是您脸上的表情告诉我，我不是您喜欢的类型。没有吧，只是香泽的悟性还是差了一点。于是他只能耐心继续教香泽，比如递奶茶发现香泽手冷时，暖和了吗？借此机会，他要趁机打开香泽的任督二脉。整整2年没有夫妻生活，2人的感情也没闹到什么大矛盾，顶多就是爱情变成了平淡的日常。直到妻子在丈夫后备箱里发现一块带蕾丝的白手帕。妻子夏菜是公司里的部门经理，算是个女强人，业绩压力几乎耗尽她的精力。幸好关系好的下属杰姆能帮她分担。2人在街上偶遇时，也会一起走走，然后顺便吃个饭。而她老公香泽刚好是个部门经理，并且和她在同一家公司。在同事们眼里，他们一直是恩爱夫妻。香泽的部门来了个新人，叫丽花，年轻漂亮，工作非常努力，特别喜欢向香泽请教，私底下对香泽也很关心。那块白手帕原来是他和香泽打球时偷偷放进去的，不过他的意图似乎挺简单明了，里面竟然包着几张钞票，意思是手帕只是用来包钱的，而这些钱只是支付香泽送他的路费。因为当时香泽不肯收，难道他的目的真的只是这样吗？至少香泽是这么跟夏菜解释的。那为什么要瞒着夏菜呢？他说是因为男同事临时有事去不了，他刚和女同事打了场球，况且和同事单纯打球，莫必要特别提吧？难道夏菜出去吃个饭回来，还要和他特意汇报和谁吃的吗？再说，人家大晚上还得坐电车回家，作为领导送一下也是正常的吧？夏菜一听觉得蛮合理，毕竟他白天也和同事杰姆吃了一顿饭。我也没打算跟香泽说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香泽上班后把手帕还给了丽花，当然也把钱还了。丽花一点都不客气，特意闻了闻，然后问香泽是不是洗干净了。香泽回答说是妻子特别交代一定要洗干净，再还给主人家的。夏菜知道2人去打球后，这对丽花来说很关键，只有这样她才能继续表演茶艺。夏菜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女强人，看到下属光聊天不工作，就当场发火，要不给你们换个座位，整个上午光聊了吧。之后2人因职权骚扰被控诉，到店长那儿告了他一状。于是店长便找他谈了话，希望他能对下属态度好点。夏菜怎么能不委屈呢？明知表达方式不太对，但他不太会绕弯子。向泽赶紧安抚他，想着和他下周一起去旅行，放松下紧绷的神经。感受到丈夫的细心后，夏菜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。她长期满脑子都是工作，对丈夫确实有点冷淡。或许正是因为这份愧疚，让她突然有了要孩子的想法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生孩子了。香泽并没有马上回应，只说等旅行时再聊。隔天香泽就跟领导请假旅行，领导倒是干脆的答应了，就是不知道丽花在一旁听到会怎么想。请完假正准备出去，却被丽花拦住。他还是想请教问题，可这次香泽让他直接发邮件，这份距离感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看来他得加快步伐了。于是就发了一封邮件，而邮件正是寄给夏菜的。丽花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表达了和香泽打球的快乐。看到丈夫那么开心，夏菜有点不舒服，但随后发现
这份邮件被撤回了，并跟了一条信息说明邮件发错，还附上了丽花的道歉。夏菜当然明白对方的用意，因此他这样回复了丽花。晚上回到办公室，香泽在工位上瞧见一张便签，写着香泽科长，如果您回来了，请来会议室。于是他便跟着去会议室，原来是丽花又想请他看看方案，他随即表示投影到屏幕上即可，可丽花却说自己不会，他只好过去帮忙。就在那时，你心里不就是这么想的吗？本心不服，我根本就没这么想，真的没有。为什么？是因为香泽先生吗？认真又诚实，对老婆忠心不二，但那也都是别人给你的印象吧。我想让你摆脱这些既有观念，我又没求你这样做。就在这时，分店长突然闯了进来，还有人力资源部部长一起过来了。原来你们俩是特地来找向泽的，没想到丽花也在这儿。更没想到的是，丽花竟然哭了，难不成她刚才被性骚扰了？香泽很怕领导误解她，幸好丽花开口说，是我不好，我的提案没被通过，我有点不甘心。语气还是我太重了。丽花小姐虽然是新人，但业绩出色，甚至超过了不少人，是公司的关键人物，真的非常抱歉。别这么说，香泽科长平时和我们相处得很好。是啊，香泽一直都挺关心下属的。没有的事。部长这次过来是想谈平野调去海外工作的事，香泽是平野的直接上级，所以想事先通知他一声。之后部长出现在酒店里了，对面坐的人正是丽花。其实两人早就认识，看他们的对话，丽花经常陪部长吃喝玩乐，她在做爸爸活，而部长就是她的金主爸爸。因为这层关系，有关海外调任这事，丽花才推荐了平野给部长。平野一直敬重向泽，早前他就警告过向泽要避开丽花，而且已经看出了丽花接近向泽的真正意图，所以想对付香泽的话，就必须解决平野这个小麻烦。自从照片事件后，丽花在香泽心里已经变成了个绝对不能惹的妖精，向泽连打招呼都不敢。平野发现了他们俩的异常，于是晚上探了探情况，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，他告诉香泽不能再对他客气了，看来平野要行动了。夏菜正整理旅行的衣服，这时香泽接到了丽花的电话，他慌张地跑到客厅挂了电话，门铃却响了，一看竟是丽花在楼下，向泽不得不去见她了。于是他告诉夏菜去趟便利店，偷偷溜了出去。丽花其实这次来是想告诉向泽一个事儿，那就是只要我丽花想见你，你向泽是躲也躲不掉的。夫妻如约来到目的地，享受着难得的悠闲自在，却没料到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今夜平野和丽花正在对决，平野试图让丽花相信香泽是个理性可靠的男人，劝他收手，但丽花早看透了男性的本性，用行动告诉他不需要和欲望抗争。实际上欲望这东西对主人很诚实很忠心。随后丽花和夏菜的两个下属混在一起，作为一起参加过公司培训的新员工，三人间自然更亲近了。但高阶绿茶的丽花这次来可不是单纯叙旧，夫妻俩正聊得开心，这时夏菜突然收到一条信息，一看竟然是丽花想加他好友。丽花奶呀，那孩子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我的下属啊，村妇，那他为什么一直联系我？夏菜这话一出，心虚的香泽立刻紧张，说不管丽花说啥都别信，又说这都是误会，这简直是自暴其短，任何女人听了都会觉得有问题，然后一场争吵难以避免。我想谈的是我们俩的事情，是我们两口子的事情。你一休息就离不开工作，感觉你根本没休息过。等一下，怎么又全是我的错了？而在夫妻争吵之下，夏菜第一个想倾诉的对象竟是揭幕，那个工作上关系很好的下属。从此之后，两人的感情彻底裂开。去上班的路上，夏菜突然感到头晕眼花，于是急忙坐下椅子，打开手机发现全是向泽的未接来电，干脆直接忽略掉，拨通了揭幕的电话，想告诉他自己不舒服，会晚点到公司。揭幕一听情况不对，就立刻赶来了。夏菜非常苦恼，不知道该如何和丈夫继续下去。她不想失去丈夫这个精神支柱，但人家没这么想啊。难道我不能支持你吗？什么？抱歉听到你这么说，只能说对不起对不起。
我喜欢你。店长通知了香泽，平野对公司的员工性骚扰，还把录音给了人事部，而丽花就是受害者。香泽马上找来了丽花，警告她别再骚扰自己的妻子，也别牵连周围的人。丽花感到特别委屈，妻子被英俊下属表白，丈夫被经验丰富的绿茶勾缠，2年无夫妻生活的婚姻正在面对极其危险的考验。平野是当地有名的海王和鉴察达人，也是向泽的下属兼好友，所以绿茶妹想攻陷向泽，得先过了平野这关。绿茶一贯的套路，不过是利用男人们好色的天性，实现他们的目的。不过总有比他们更厉害的人，平野不仅没上当，还把这段诱惑录了下来。香泽很吃惊，难道现在职场生存都要研究兵法了？不过他也安心了，因为昨天店长跟他说，平野被控性骚扰了，听说是丽花举报的。现在他们有了新视频作证，可以反过来告丽花。但是他没想到，当他们自信地向人事部长解释时，部长却播放了另一段录音。那我们换个地方吧，找个能好好休息的地方。可是平野先生，你戴的是结婚戒指吧？这是假的，戴戒指会更受欢迎哦。原来录音里的女人是平野惹的同事。香泽一下子惊呆了，平野满脸难以置信，赶紧解释这个女孩是网上认识的，根本不知道她是公司的人。但一切已经太迟了，平野感觉万念俱灰。香泽只想赶紧向丽花道歉，因为在上集，他以为丽花故意勾引平野，然后又去举报了，但丽花却假装没看到他，看来这是要叫他欲擒故纵啊。接着给他发条信息，从今后除了工作外，绝对不再和您搭话，请您放心。不就是想让他内疚吗？夏菜在洗手间偶然听到了一段关于公司职场骚扰的对话，听到其他部门也有权力骚扰的主管啊，我也听到过，听说是个老太婆，是不是嫉妒我们年轻貌美啊？他知道两人说的就是自己，也知道这些恶毒的言语是部门那2个下属传的，于是他拿出了抽屉里的录音笔，非常愤怒地走到他们面前。为了避免我的言行让你们不开心，接下来我会把一切都记录下来，如果你们仍觉得职权骚扰，就请直说。这种做法的后果是，他因私密录音被店长叫去谈话，店长觉得他行为有点过分，让他搞好团队氛围，否则就别想升职。下属恶意造谣，领导严厉问责，丈夫图谋不轨，今晚一切都针对他而来。这时他收到了揭幕的安慰短信，但我是支持夏菜姐的。长时间睡在沙发上，今天的香泽突然觉得头脑有点发懵。丽花正巧看见了，当天夏菜并不急着回家，反而和揭幕在办公室吃外卖。为了改善夏菜和下属的关系，揭幕建议他来参加周6的部门聚会，从早上耗到晚上。向泽状态越来越糟糕，一转身看到丽花就在身后，他趁机为平野的事道了歉。丽花见他难受成这样，劝他赶紧回家休息，一摸他的脖子，发现他竟然发烧了，于是拿出了刚买的退烧药。没想到向泽连拧瓶盖的力气都没有，那会不会也没力气喝水呢？至少丽花觉得他没有，所以他把围巾贴心地围在他身上。突然一声响动打断了沉思的丽花，她跑到客厅才看到向泽倒在地上，这时她才知道丈夫发烧了，于是赶紧照顾他。第2天一觉醒来，向泽感觉身体恢复了不少。夏菜说今天要出去参加部门的聚会，向泽心里一想，休息日还要聚会，不会是夏菜硬要求的吧？现在的年轻人都排斥这种酒桌文化，这样下去不会被投诉职权骚扰吗？然后又想起了夏菜办公室的录音，他觉得夏菜如果不收敛一些，个人形象会越来越差。是你老婆这么做让你丢脸了吧？两人关系再次出现裂痕，夏菜痛苦于丈夫不信任她。香泽这时想起了永远温柔的丽花，参加年轻人的聚餐，夏菜觉得自己还是无法融入。没多久，贝木发现夏菜已经离开，而且围巾也落下了，于是急忙追出去。见到夏菜后，揭幕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意，夏菜仍然拒绝了他，但经过短暂的思考后，主动吻了他。此时的向泽正在通过打球释放情绪，打完球回家时，发现丽花被2个小伙子拦住了，于是他赶紧上前把丽花救了下来。小年轻质问他是谁，丽花见状说：“他是我男友。”原来有对象啊！男友持证上岗，看来丽花果然挺机灵。
迅速就解决了那帮流氓捣乱。接下来该送丽花回家了，顺便提一下昨天被喂药的事。向泽有些尴尬，顺手拿杯水压压惊，没想到丽花也要喝，但水已经咽下去了，真是个没情调的家伙。他只好自己喝，但想到上司还在渴着，他又有点不忍心，于是怀着帮人的心情，亲自喂了盼望的上司。就在上司还想再喝一口时，他说：“那我们走吧。”结果刚把水龙头打开，他又立刻关上了。这才是我绿茶的风格。看着丽花远去的背影，向泽一时间竟然看呆了。第二天，和夏菜继续维持着客套的生活，热心地问他几点下班，要不要给他做饭，但他显得很忙的样子。不过他的确在忙，因为小奶狗攻击太猛了。说真的，他担心公司的人看到。平野因性骚扰被调走后，店长就决定让丽花接替他，成了向泽的得力助手，因此还决定请他们吃晚饭，是希望他们更快在一起吗？每当看到下属在接木面前问东问西，夏菜心里就堵得慌。刚好向泽告诉他晚上要和店长吃饭，他就借此机会叫来了接木。果然今晚还是一起喝一杯吧。此时下属很生气，店长一直没来。丽花趁着这段宝贵时间，再次对已经不安的香泽洗脑。那香泽先生，你觉得被重视吗？人只会珍惜那些珍惜自己的人。这句话像一把利刃，刺在好男人香泽的心上。他总是为妻子做饭，总是提前煮好咖啡，却总是被妻子冷脸拒绝。晒干的衣服忘了收，结果被雨淋湿。于是妻子生气责问，他立刻道歉，只是不好意思，又得重洗一次，我回家就洗，不用了。晚上回来本想再认个错，看到人家已经睡了，只好放弃。等他一走，人家立马睁开眼，和心爱的小奶狗聊起天来。这晚小奶狗逗得夏菜满脸都是笑容，而且还会趁机攻占人心。我确信能让你笑容满面。服务员提醒两人该用餐了，这么好的气氛不能就散了。那么去哪儿才不会碰到同事呢？小奶狗建议去酒店，而且还是有 KTV 的那种。一到酒店这种地方，小奶狗立刻展示了自己的那因妒忌而不断加剧的征服欲。其实我愿意付出一切，只为了拥有你。你会这样，只是因为我属于别人。送走店长后，丽花突然崴脚了，突然崴了一下。香泽那一刻希望发生点什么，但丽花没给他机会。回家时，正好在等电梯时遇见了香泽，两人的感情非常克制。第二天一早，夏菜破例洗了碗，还特别为向泽煮了咖啡，看起来像是在为昨晚的激情弥补，至少让自己心里舒服点。那晚他喝了很多酒，香泽有点无奈，可能是太累了，于是一个人去街上喝咖啡，没想到遇到了丽花。没想到的是，丽花和我居然同一天生日。你看，我也是11月19号出生的。万分高兴之下，他忍不住抱住了丽花，随后又猛然醒悟，赶紧道歉，但丽花却说没关系。安慰完对方丈夫后，绿茶丽花觉得是时候给妻子夏菜上课了。第二天，夏菜上班时收到一封内部邮件，打开一看，竟是她丈夫的亲密照。随后她约了丽花来见面。丽花先表达了自己的立场，她说自己对夏菜的丈夫香泽已经没兴趣了，还当着夏菜的面删掉了那张合照。但夏菜真正关心的是她和小奶狗的照片，她以为是丽花拍的。丽花立刻否认，还说会替她保密。走之前，她给了夏菜一个忠告，不过你还是注意点，世上最麻烦的东西就是男人的嫉妒和女人的情欲。回来后，夏菜就告诉了接木偷拍的事。接木向他保证，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，另外要求他尽快提升部门业绩。现在接木对他的感觉好像有点变了，要知道没追上他之前，接木可是敢在电梯里牵他手的。向泽所在的分店这次意外夺得了第1名，店长决定下班后办个庆祝会。一想到能和丽花独处，香泽心里就无比满足。天黑了，接木又一次拒绝了夏菜。夏菜姐，我先走了。他铁了心要和夏菜保持距离。在接木心里，工作更重要。接木接着去找正聚餐的丽花，他想让对方删除照片，能让拍照的人删掉吗？我什么都愿意做。这种貌似深情的话，根本骗不了同类的丽花。对上司的崇拜变成了爱意吗？我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男人，不如说是人性的本质。
得到后便会乏味。揭幕，你真不是这种人吗？这部分结束后，丽花想直接回家，香泽也跟了出来。两人走着走着，碰巧遇到了一家酒店。香泽这时胆子大了些，就在他快成功时，揭幕竟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请和夏菜姐离婚，因为我也和他开过房。这种正气凛然的羞辱，让香泽彻底呆住了。难道错的是自己吗？回到家时，看到连看都不看自己的妻子，他突然释然了，没有挑明一切，而是觉得更有理由去爱丽花。所以当客户和丽花聊得开心时，他心里有些在意，尤其是丽花故意让他知道自己要和客户去酒店见面，那醋意，那份占有欲，让这个老实的男人第一次展现出进攻性。此刻他非常急切，心中被压抑的情感如火山般爆发。然而丽花却对他说，已经结束了，因为我已经攻陷你了。向泽，你现在懂了吗？同事小山一直喜欢揭幕，但揭幕却是夏菜的对象。碍于夏菜是上司，小山只好先离开。小山一走，夏菜那难得的冷静便控制不住了。这时揭幕突然发现小山在偷拍他们，于是赶紧追出去，但小山最终还是把视频发了出去。夏菜只是默默注视着这一切，或许在眼泪崩落的那瞬间，他就有所领悟了吧。夏菜和揭幕的事情最终还是被公司发现了，而香泽和丽花的事也同样被曝光了。爆料的人正是丽花的那个客户。晚上回到家，被纷纷降职的两人不禁互问，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只聊工作了呢？好傻呀！